火力军也没想到现在的军用盾牌那么颠，竟然跑去抢坦克的活。在社交媒体上，克罗地亚的 MV3 豪猪突然火了起来，就这造型再加个黑白配色，直接梦回一战。当时的步兵为了保证安全，会在盾牌后面射击，苏联更是枪盾的死忠粉，在二战时还在给机枪装盾牌。只是在热兵器时代，盾牌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，终究不是主流。在现代战场，火力军也没见过士兵举着一个盾牌往前跑，都是警察拿着盾牌维持秩序。火力军一直以为盾牌就这样了，没什么大前途，结果克罗地亚放了一个大招，推出了一款机动盾牌，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但15秒就能变成巨大的防弹盾。除了左右与上面真空，其他跟坦克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既然盾牌玩得那么花，那在现代战场还有没有用武之地？如果往深处想，单兵盾牌能否抵挡无人机？右手拎个棍，左手举个盾，这就是警察在维持秩序时的经典造型。不过在2025年，这种刻板印象就要被打破了。克罗地亚推出了一款机动盾牌 MV3， 属于迷你坦克，有装甲和履带，不同的是 MV3 可以变身，实际用途也比装甲战车多。根据演示视频来看，在作战时 MV3 这种迷你坦克能在15秒内变成一个巨大的盾牌，搭载8名士兵，两边各站3人，剩下的挤中间。盾牌上有小孔，士兵可以架着步枪观察射击，类似一战的枪盾。不过作为21世纪的机动盾牌，没点新东西那就有点丢人了。MV3 可以远程操控，也配备了很多战术设备，比如战术大灯、热像仪。实际使用时，前者就是闪光弹，闪瞎敌方的双眼，后者则是更好的发现对方，并保证夜间作战的可靠性。MV3 甚至还配备了毒气检测装置，如果检测到意外，那就警告士兵不要进入。盾牌上还有几块屏幕，可以观察周围的实时图像。有了 MV3， 只要配合得当，8个人就能团灭敌方，并且保证己方毫发无损。除此之外，有了作战用途，这个看起来极为简陋的 MV3 还有很多骚操作。这东西是一个多用途战车，如果碰见前面有铁通挡路，可以直接插出去。在城市执行作战任务时，如果有汽车挡道，答案也是一样的，插出去。从这方面考虑， MV3 也能作为救援车辆，拖延那些轻型装甲车辆。当然，如果碰见大卡车这种吨位较大的车辆， MV3 就不行了，插不动。毕竟它只是一个 6.8 吨的孩子，面对100吨王，多少有点力不从心。这个时候就要 MV3 自己努力了，插不动别人，那就改变自己，可以将两边的盾牌收回来，然后通过狭小的通道。如果敌方的据点比较脆弱， MV3 还能直接撞击建筑物，进行强制性突破行动，举着防弹盾冲到敌方脸上，然后把敌人突到死。如果士兵在作战期间受伤，那也没关系， MV3 配备了担架与急救用品，可以立即进行救援。即使碰见火灾， MV3 也能掺和一脚。带的有灭火器，相当于万能车辆，集进攻、救援攻城为一体。不过说到这儿，大家应该也猜出来了， MV3 的真实用途，没错，根据描述，这东西是为反恐行动打造的移动壁垒，用于低烈度战场。只是这个造型不禁让火力军想到了一战。在这个时期，坦克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概念，顶多算一个铁罐头。在战场之上，更多的是在盾牌上装几个轮子，士兵躲在盾牌后射击，像是一种迷你坦克。还有在枪上安装盾牌的，覆盖机枪手上半身，防止弹片和榴弹伤害。在二战期间，枪盾这种依旧没有消失，最典型的就是苏联，在德式卡重机枪前面装一个大盾牌，加上轮式小推车的基座，形成一个机动灵活的火力点。不过枪盾这种东西在二战之后基本就销声匿迹了，太笨重了，大家都是开坦克，谁还用盾牌啊？只有在一些特殊环境，比如反恐排爆时，才能见到类似的防护装置。不过克罗地亚推出 M3 之后，情况好像就有点不一样了。这种新时代的枪盾也能用在战场上，毕竟从本质上来说， MV3 就是一款迷你坦克。那么在战场之上， MV3 能起到什么作用？盾牌到底还有没有用？在军事领域， MV3 的确有一定的发展前景，运输很方便，最常见的就是公路运输，卡车、汽车、拖车都能运输 MV3， 仅 6.8 吨的重量，使得 MV3 可以通过空运、水运等这种多样化的运输方式，也就意味着 MV3 能够灵活部署，满足不同作战场景的需求。设计也很有意思，车辆可以原地360度旋转，哪里有敌人，盾牌就面向哪里，十分方便。
加上射击孔、观察窗和平板显示器等装置，不会影响士兵开火。配合战术灯、热像仪，能适应夜间以及环境复杂下的作战。实际作战时 ，MA3 可以用于弹道防护，保护作战人员不受敌方枪弹的袭击。就防护水平来看 ，MA3 盾牌的防御力等于美国防弹衣标准中的最高防护等级，也就是4型，可以抵御 7.62 毫米穿甲弹的直接打击。按照要求，4型防弹衣需要通过多次射击测试，比如连射6发步枪弹之后，防弹层在射击后保持完整，且背衬凹陷小于等于25毫米。标准高，那么对材质就有要求了。其核心材料一般为陶瓷或复合板，能有效分散弹头冲击动能。一般情况下，这都是穿在身上，重量一般在2公斤至5公斤，主要用于应对高威胁场景，如军事行动或特警任务中的步枪攻击。不过用在车上的话，就那个大小就不知道多少斤了。不过单就防护能力，既然 MA3 可以抵御 7.62 毫米枪弹，榴弹破片什么的自然也就不在话下。这也就意味着 MA3 可以为战斗小组提供一个移动阵地，加上伤员后送、障碍物清除等作用，在战场上的确有发挥空间。只是由于体型以及那么一点点小缺陷，作用恐怕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。最重要的就是防护角度，其仅能提供前面的防护，上方、左右以及后方都是空的。如果敌人隐藏起来，等 MA3 驶过之后再开火，后背在没有一点防御的情况下遇袭，估计敌方一梭子下去，己方全部狗带。所以在使用 MA3 时，必须有一个前提，知道敌人的大致方位、人数，确保后方没有敌人，之后再向前推进。只是在战场，谁都无法保证后方没有敌人。就比如乌俄战场之上，双方的前线阵地都无法保证后方没有敌人，渗透战太过常见，更别说野战环境了。城市作战时 ，MA3 也无法保证便利性。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上楼，坐电梯嘛。如果敌人在楼上，那么 MA3 就没用了，还是只能使用手持式的盾牌。就 MA3 能否在战场上使用的问题，其实稍微一想就知道了。以当前各国的技术来说，造一个带盾牌的车并不难，那为什么不造？答案很简单，用不到，不如坦克好用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是 MA3 这种机动盾牌，最好的使用场景也只是反恐作战，其他的盾牌更是如此。至于盾牌能不能防无人机，火力军的看法是有希望。就盾牌的发展过程而言，从材料考虑，盾牌其实就只有3大类：毛皮质、藤木质、铁质。防御力一步步提升，这里就不从头开始聊了，太多了。即使是现代盾牌，种类也是五花八门，除了钛合金质，还有塑料盾，但这东西防护等级有点低，用途也不多，仅能用来防范刀斧这种轻微混乱事件，或者是铲雪。不过更多的是将敌方压在墙上或者地上，大街上那么多人，如果有特殊情况发生，警察一排盾牌压过去，就能快速控制现场。前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盾牌在保质期内，其他就没有了。我们主要还是聊战场盾牌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在战场上盾牌的确不是很常见，但如果换一个场合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比如训练场与反恐任务，现代的军用盾牌大多是陶瓷片、碳化硼、凯夫拉等复合材料制成，分为轻、中、重3个防护等级，可以有效抵御手枪、步枪等武器近距离的连续射击。盾牌本身可以做到毫发无伤，顶多有一点弹痕。在训练时，特种队员也会带着盾牌到处跑，锻炼体能。毕竟这跟防弹衣不一样，盾牌是很沉的，重量都是几十公斤。比如俄军折扇6重型防弹盾，重量25公斤，配备观察窗和强光手电，防护能力覆盖手枪至 X47 步枪弹连续射击。美军艾玛 APS 盾牌，陶瓷复合材料，净重 13.6 公斤，可抵御10发穿甲弹连续射击。在反恐作战时，特战小队里都会配备一名突击盾兵，负责掩护友军，应对敌人躲在房屋或掩体后的突袭。一些防弹盾还会配备额外强光手电，在昏暗环境中提供照明，顺带致盲敌方士兵。比如折扇6，标配就是3台强光手电。一些大型的防弹盾牌，观察窗自然也是必不可少。至于现代战场，火力军只能说盾牌已经被淘汰了。热武器出现后，盾牌这东西派不上很大的用场。随着材料的深入研究发展，虽然能用于反恐，但是在大型战场上，盾牌依旧没有很大的用处。特警与特战部队之所以是重甲大盾，主要是与作战环境有关。他们已经确定敌方在某一区域，进攻路线有限，也不用考虑任务前的投放和任务后的撤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重甲硬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但是在地面战场，盾牌就没有用了。重甲战车都是带防御的，比盾牌更好用。如果需要步兵突击，比如渗透战，士兵也不会使用盾牌。最直接的一点就是运输不方便。
对于特种部队来说，运输不是什么问题，但人家一样嫌重，也不是经常带。对于作战装甲战车里的士兵来说，这盾牌放哪儿啊？车里也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放盾牌，放车顶也不太现实，太沉。即使能带动，士兵总不能下车后再拆卸，太浪费时间。伞兵和登陆力量就更别提了，谁用盾牌，队友能笑他一整年。其次，防御盾牌也是需要训练的，不是说丢给一队士兵，他们就能立即上手使用。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队形紧密。在现代战场，如果敌方看到这一幕，估计脸都要笑歪了。无人机过去直接一锅端。就比如乌俄战场之上，如果你是一名士兵，对手在视野里只是一个小黑点，还没有准星大，在对方眼里你也是如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快速通过无遮挡的地区找到掩体，在对方视野里消失，而不是举着盾硬扛。在现代战场，盾牌这玩意儿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视盾牌的武器太多了，并且盾牌太沉。在200米的距离上， 5.56 毫米的 M995 穿身大概为7毫米， 7.62 毫米的 M993 穿身则高一点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盾等效不能低于8毫米，要不然就毫无用处，敌方一梭子就给穿死了。一块足够大的均质钢板加上8毫米的厚度，重量起步25公斤。如果采用复合材料，也许会轻一点，但起步也是10几公斤。比如美国的 MRAPS 盾牌。此外，盾牌的防御能力也有问题，能挡得住枪，也挡不住榴弹炮和迫击炮。携带一个10几公斤重的盾牌，士兵的机动能力会大幅下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敌方的枪榴弹几乎是一打一个准。各国的步兵班底步枪都能挂载枪榴弹发射器，一些连队里还有车载机枪，甚至是20毫米口径。无论盾牌有多厚，也挡不住机枪的扫射。举盾冲锋什么的，想都不要想。就战场情况而言，一战时的人浪冲锋早就不存在了，队形都是越来越稀疏。即使是俄罗斯的人海攻势，也是以小队的形式分散突击。士兵想要生存，最简单的就是跑得足够快。如果是正常作战，步兵都是跟着坦克，也就是步坦协同。即使是双方士兵对战，也不是直接暴露自己，强行冲击敌方阵地，而是根据掩体慢慢往前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要增加单兵防护，那就要在防弹衣上下功夫。就比如美国，选择在防弹衣上插 ESA PI 板子，英国也是如此，不仅有防御效果，也不会影响到士兵灵活性。如果想要更高的防御，那就上步战车和坦克。从保护力与行动方面的平衡考虑，步兵到这儿就已经是极限了。除了以上这些，火力军还看到过一个问题，说是材料进步之后，盾牌能不能防无人机？只能说有机会，但不大。还是那句话，想要拦截无人机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发现，这也是最难的。只要能发现无人机，其他什么都好说，甚至步枪都能拦截。就比如之前的6连装 AK。其次就是无人机的威力，如果只是普通的无人机，带的炸药量很少，而己方的盾特别厚，那还有一点机会。所以盾牌防无人机只有一种可能，刚好发现无人机，刚好这架无人机的威力不行，而己方的盾牌很厚，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以防住。但实际情况下，以上都是在口嗨，无人机连坦克都能炸，盾牌没什么用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美国队长，那就另说了。防无人机都是小事情，火箭炮也未尝不可。除了盾牌防无人机，甚至还有人问，虽然防护盾的重量很重，但装备外骨骼系统后，战场上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举盾冲锋的场景呢？对此，火力军只能说想的有点多。都已经是外骨骼了，就不能选择加强防弹衣吗？而且己方举盾，对方一群人背着 RPG 就过来，这还怎么打？想要肉盾，不如直接派坦克。总的来说，克罗地亚的这款机动盾牌的确是新花样，但是从本质上来说，这依旧是枪盾，仅适用于反恐作战。在现代战场，盾牌已经是过去式，未来恐怕也不会重新出现。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克罗地亚的 MV3 能在战场上使用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